该指标是包头皮时使用的最佳指标之一。该强大的指标可以解锁隐藏的洞察领域，为您提供清晰的市场视野。而包头皮时我们谈论的指标是 Heikin RSI 震荡器，这是一个高度通用的指标，向我们展示了趋势、方向、趋势反转、进入和退出信号、超买和超卖区域以及许多其他市场模式。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向您准确展示如何了解该指标，以及如何使用它来建仓并获利。利用指标的包头皮策略，让我们首先将指标添加到图表中，然后转到指标搜索选项卡，搜索 Heikin RSI Oscillator 指标，选择 JRoger 十字座的指标，并将其添加到图表中。现在让我们转到指标设置，如下所示，您可以看到有许多设置可以更改，其中第一个是指标的长度，您可以根据您想要为 RSI 指标提供的长度来增加或减少此长度。如您所见，通过增加此值，指标将变为不太敏感且不太精确。但是如果我们降低指标的值，就会对价格变动更加敏感，因为我们将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展示指标。我们会将值更改为10。下一个设置是开放平滑，通过增加开放平滑的值，它会增加对先前开放值的偏差，有助于为趋势强度提供更好的可视化。因此，让我们将平滑值更改为5。如果我们进一步滚动，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用于更改 RSI 图长度的设置。最后，您还可以向指标添加随机 RSI。但我们不会使用它，因此我们将保留这些设置为默认值。既然我们已经更改了输入设置，我们将更改此处的样式设置。我们首先删除 RSI 直方图覆盖层和阴影，然后我们将删除随机指标的所有组件，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设置。指标具有3个组件，指标的第一个组件是 RSI Heikin RSI 烛台，这些烛台显示了价格行为的修改版本，消除了噪音，并使其更容易识别趋势和反转。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超买和超卖区域，这些是在20水平和20水平处绘制的绿色和红色区域。每当烛台到达这些区域时，我们就认为市场超买或超卖最终组成部分是中心线，中心线设置为0值。这条线代表当震荡指标交叉时，看涨动量和看跌动量之间的平衡点或中间点高于中心线，表明看涨势头正在增强，并可能表明潜在的上升趋势。而每当震荡指标穿越中心线下方时，表明看跌势头正在增强，表明潜在的下降趋势。首先重要的是要了解如何解读该指标。阅读该指标的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包括在震荡器上的烛台到达超买区域时寻找超卖或超买信号，这表明上升趋势可能会出现暂停，或者另一方面，看跌反转可能会开始上演。震荡器上的烛台到达超卖区域，这表明下降趋势可能会暂停，或者看涨反转可能开始上演。还有极端超买和极端超卖水平，这些区域表明比常规超买更强的信号。每当上涨Heikin RSI蜡烛达到该水平时，极端超买水平的值为30，这表明价格很有可能出现看跌反转。相反，极端超卖区域位于-30水平，并且如果Heikin RSI烛台到达该区域，表明出现看涨反转的可能性很高。这是阅读该指标的最直接的方法，但其他方法可能更有利可图。其中一种方法涉及寻找价格行为之间的差异。这里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价格正在创造更高的高点，而Heikin RSI烛台正在创造更低的高点，这向我们表明看跌背离正在上演。如果我们采用看看走势发生后的价格走势，我们可以看到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正在形成更低的低点，但是如果我们查看Heikin RSI震荡器，我们可以看到烛台正在形成更高的低点，表明价格形成的低点很弱，因此有可能发生看涨逆转。通过观察看涨背离形成后的价格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上行方向上发生了强烈逆转，从而形成了我们可以使用Heikin RSI 震荡器建仓的策略。让我们向图表中添加一些额外的指标。我们将添加到图表中的第一个指标是 EMA， 导航到指标搜索选项卡，并搜索 EMA 指标，选择指标是 TradingView 内置指标，并将其添加到图表中。我们将添加的下一个指标是成交量指标，搜索成交量指标，然后选择也是 TradingView 内置指标，并将其添加到图表。现在让我们更改指标设置，导航到 EMA 指标设置，然后单击输入选项卡，将 EMA 的值更改为200。接下来单击此处的样式选项卡，我们将更改指标的颜色，以使其更加明显。现在让我们转到此处的成交量指标设置，我们将把 M8 长度更改为30。完成后，转到样式设置并启用移动平均线，以便使线条更容易看到。我们还将颜色更改为白色，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首先，我们将使用200周期 EMA 来根据价格交易高于还是低于 EMA 来确定市场趋势。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 Heiken RSI 震荡器来找到进入市场的确切点仓位。最后，我们将使用交易量指标来确定市场上是否有足够的交易量来进入该仓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处于上升趋势。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交易高于200。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价格刚刚回调至 EMA 之后打印出一根看涨蜡烛。如果我们查看 Heiken RSI 震荡器，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下跌随之而来的是超卖，到达超卖区-30这里暂停，然后可以看到烛台现在已经离开超卖区域并变成绿色，表明价格再次开始向上。最后还有一个看涨的成交量条，我们可以看到该条成交量震荡器超过30周期移动平均线，表明市场上有足够的看涨成交量，可以推动价格进一步向上。因为这些信号让我们进入买入位置，我们将把止损设置在最近的位置低位摆动以获取利润。我们的目标是2倍的风险回报率，可以看到市场很快到达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可以在不使用 EMA 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处于下降趋势。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正在形成更低的低点。但是如果我们观察 Heiken RSI 震荡器，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形成更高的低点，这表明价格将进行看涨修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烛台在切换到绿色之前到达超卖区域。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市场上有足够的交易量，因为看涨交易量条大于白色移动平均线。因为这些信号让我们在这里进入买入位置。我们将止损设置在近期波动低点，以获取获利。我们的目标是2倍的风险回报率，可以看到目标再次达到。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呈下降趋势，因为价格仍低于价格200周期 EMA 表明市场情绪看跌，但近期 EMA 出现回调，随后形成大看跌蜡烛，这进一步强化了看跌信号。分析1+7和灰色 RSI 震荡器，我们注意到它同时表明市场状况极度超买，绿色烛台在离开超买区后立即变成红色，表明价格可能会下跌。此外，成交量震荡器上还记录了看跌成交量柱超过30周期移动平均线，这意味着市场上存在足够的看跌成交量，来驱动考虑到这些组合信号价格进一步下跌。此时我们下达卖单，我们将在近期波动高点设置止损以获得获利水平。我们的目标是实现2:1的风险回报比。现在让我们密切关注交易进展，并观察它如何实现目标。您可以看到 Heiken RSI 震荡器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来进入有利可图的头寸。我希望您喜欢这个视频，如果您喜欢，请留下一个喜欢并订阅。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发表评论。